为什么不建议做全屋瓷砖通铺？当初不听劝，坚持全屋瓷砖通铺，如今入住2年后，真的是有苦难言。有一说一，全屋瓷砖通铺在前些年是非常流行的装修方式，凭借整体性好、延展性强、易于清洁打扫，并且看上去更显美观大气等优势，深受业主们的喜爱。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网络上对于瓷砖通铺的差评越来越多了，甚至让很多人抱怨说，所谓的整体美观在缺点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为什么红极一时的全屋瓷砖通铺没火多久就不受业主们的待见了？结合我家自身的情况以及一些网友家的真实反馈，总结了瓷砖通铺的4大缺陷，大家一起看看我说的对不对。1. 瓷砖损耗大。不得不说，全屋瓷砖通铺相比传统的过门石铺贴方式，整体性更强，空间不会有割裂感，而且材料统一，看起来比较舒服，尤其是墙地通风的效果也会让空间更显大。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必然会浪费更多的瓷砖，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空间面积尺寸大小不一样，所以就会产生瓷砖切割的情况，剩下来的边边角角很难被2次利用，因此瓷砖损耗大是避免不了的。就拿我家来说，套内120平方280片800×800的瓷砖，完工后只剩下16片，其中厨房墙面还用了卖家赠送的12片杂砖，最后算了一下损耗率，竟然达到了33%。像我家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网友海绵宝宝的家说，之前想过全屋铺瓷砖会有浪费，但完工后还是觉得多的有点离谱。我家建面才88平，铺贴前还找了设计师出排版加加工尺寸，结果买了212片砖就剩3片，这太不合理了吧。所以说，无论房子面积大小，瓷砖选择什么规格，只要是全屋瓷砖通铺，那损耗率至少是传统铺贴的2至3倍以上。2. 装修成本高。很多人在装修前会认为全屋瓷砖通铺选择一种材料会省钱，但事实情况却恰恰相反。要知道，全屋瓷砖通铺往往选择大尺寸瓷砖才能达到通透大气的效果。这个瓷砖价格本身就不低，施工中还需要水泥、沙子等其他材料。此外，就是额外的人工费也是出奇的高，因为大尺寸瓷砖铺贴它需要技术，特别是瓷砖上墙、墙地对缝等工艺，如果铺贴不好，不仅会影响整体美观性，还会带来瓷砖空鼓、高低不平等问题。所以说，瓦工的技术越好，工人的要价就越高，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网友慢慢的妈咪说，第一次装修有被惊呆到，万没想到瓦工的工费竟然比瓷砖还贵。坐标18线小城市，建面114，套内85，通铺800×800的瓷砖，铺贴总价花了8350，费用贵得让人吐血。网友小草莓的家说，全屋瓷砖通铺好看是好看，但真的贵啊！如果是小户型、低预算，真的要劝退大瓷砖。我家套内才80多平，当初想着买大砖可以1片抵2片用，结果房子小，浪费了好多砖，看着真心疼。当初对工费也没概念，找了手艺比较好的师傅，没想到工费花了9000块。3. 效果达不到预期。即使你花了很高的装修成本和人工预算，全屋瓷砖通铺完工后的效果也很难做到100%满意。网上大家对于瓷砖通铺效果吐槽抱怨最大的一点就是达不到原本的预期。像我家之前的房子选择的是750×1500的大砖通铺，虽说在铺贴前做了精心排版，但在客餐厅位置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边条情况，就是大家常说的老鼠尾，看上去显得十分碍眼。此外，还有一部分业主经历了假通铺、墙地没对缝、砖缝大小不一等等不同程度的翻车情况。网友可爱捕手小夏说，看看我家瓷砖通铺的效果后，你就知道钉工有多重要了。贴砖前已经明确和师傅说要通铺了，结果厨房和客厅之间还是被师傅用瓷砖切割了过门石。这种假通铺效果实在是丑，对师傅而言就是方便施工，不想返工的话只能硬着头皮接受。总之，全屋瓷砖通铺或多或少会出现不尽人意的情况，让人有苦难言。4. 缺少温馨感。通铺瓷砖，全屋选择一种材料，确实更利于后期卫生的清洁与打理，但这种装修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很难营造出家的温馨和氛围感。众所周知，瓷砖自身的光亮效果会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如果家里的卧室、客餐厅，包括厨房、卫生间都选择瓷砖，会过于单调和冰冷。尤其是冬天，一回到家后就好似走进了大冰窖，让人感觉很阴冷。进到卧室休息，也没有家的温馨和舒适感。网友西西女士说，全屋通铺瓷砖，肠子悔青了。当初装得太仓促，很多问题没计划好，盲目跟风。
结果入住后后悔，卧室真的不该贴瓷砖，这个冷冰冰的地面属实一股凄凉。网友艾特杨洋妈说，全屋瓷砖是我家装修踩的最大的坑，钱没少花不说，还显得房间冷冰冰的不够温暖。想砸了重装，但又心疼钱，不砸吧，还实在不想住。在我看来，家里的卧室、书房、儿童房这些区域更适配木地板，相比于瓷砖，更能营造出让人放松和温馨的舒适感。总的来说，虽然全屋通铺瓷砖整体性好，看上去美观大气，也便于卫生清洁，但选择这种装修方式的缺点也不少，比如说装修成本的增高、施工难度加大、效果很难达到预期等，而且还会缺少家的温馨和舒适感。所以说，奉劝大家在装修前还是要根据自家实际情况去选择，切勿盲目跟风，否则后悔的代价只能是自己买单。